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凭电视剧《与君初相识》，仙侠玄幻剧的有线突围。如果说《与君初相识》是2022年仙侠剧的台柱子还未时过早的话，那么它至少是开年仙侠剧境双城出师不利后的接盘侠。从收视率和好评度来看，这个盘接的不但及时，也算及格。事实证明，面对提质减量的行业新生态以及观众持续增长的审美期待，已经离开风口期的仙侠玄幻剧回头望望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分明看到了那些爆款配方的保质期已经过去。在2022这个被称为仙侠101的题材回暖扎堆的年份，一条道走到黑不行，换汤不换药也不行，双城就是前车之鉴。而与君初相识能够被判及格之上，一方面有对上部作品的口碑反弹，以及两位主演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流量加持；另一方面，该剧在主题、叙事和人设等方面的探索，也是保持话题热度和播放量的重要原因。力图从文化内核意义上展示仙文化和侠文化。对比一下原著的名字就知道，小说《玉娇记》中有一对绝对主角，就是玉灵师纪云和与他要驯服的东海鲛人常毅。二人身在天地两界，却突破禁忌相识、相知相恋的故事是这部网络小说的叙事主线。然而在与君初相识中，纪云和对常毅起于利用，忠于爱情的驯化，尽管仍然是全剧的故事核心，但主线之外的情节副线更加立体丰满，令人印象深刻。美艳骄纵、凶残暴力的顺德仙基本受东海鲛族的救命之恩，却只因个人喜好就想让世子常毅以口吐人言、化尾为腿、永无叛逆的方式被他意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谷主林苍兰为让儿子尽快成长为一个能守护万花谷的继任者，不惜费尽心机设计严苛而不近人情的考验。青梅竹马，以兄妹相称的纪云和与林浩清在全力操纵下渐生嫌隙。表面高冷的玉灵师雪三月与山猫族世子黎叔在戒律森严的万花谷偷偷相爱。骆锦桑、狄小星等仙士对玉灵师忠心，守护不离不弃。剧中的副线涵盖了父子兄妹恋人、主仆等关系，更全面地展示了仙界权力食物链中的冲突和生态为人物富有层次的性格命运打开了一幅广阔深邃的背景。应该看到，这个从一到多的变化是该剧在 IP 改编中的创新之处。以古装和偶像为主要表达路径的仙侠玄幻剧，正在勇敢地对只谈爱情不谈侠的叙事套路进行校正。而只有用更丰富的人物、更多元的性格以及更丰厚复杂的仙界众生来呈现仙侠玄幻，才有可能从文化内核的意义上展示仙文化和侠文化，才有可能在大众语境的传播中获得更多的共情。对仙侠剧而言，说沧海桑田并不过分。从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到20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古装、偶像为主要表达模式的仙侠玄幻剧一度创造了类型剧的收视辉煌。青春靓丽的男女主角以及他们之间生生世世结束不了的虐恋，成为仙侠世界的主要吸引力。中国上古神话的魅力与奇幻想象在技术特效上的实现，则为仙侠玄幻剧开辟了流量与口碑的新空间。然而，时移世易，随着行业的成熟与时代审美的变化，如今的仙侠玄幻剧要想被受众认可，就必须切断重复过去的退路。在这个意义上讲，与君初相识对作品和市场都具有相对明确的判断和把握。从作品主题来说，爱情不再是剧集的全部意义，对理想、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新的情感价值，对强权践踏和曲折命运的顽强反抗成为更宏阔的主题视角。以空灵飘逸、理想浪漫为代表的仙文化和以不畏权贵、扶贫济弱为要义的侠文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被特别标记出来。给观众带来吸引力的，除了万花谷、仙师府、北渊与东海之间各界仙人的争斗和紧张多变的剧情，更有主人公对自由的向往、对族群的责任以及对于弱者的扶助。金手指带来的爽感被他们向上、向善追求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取代，历经崎岖和苦难之后的成长是支撑他们仙气飘飘、英气任侠的精神内核。为与君初相识带来辨识度的，除了主题的升维之外，反套路的人设也很吸睛。男女主人公在角色功能上的倒置产生的戏剧效应，颇受青年观众喜爱。九尾狐玉灵师纪云和与东海鲛人的故事像一出东方版的海的女儿。纪云和勇敢热情，还带着一点痞气。她玉灵本事强，忍辱负重，坚韧不拔，逆境中咬紧牙关，艰难生存。对比之下，来自东海鲛族的世子常毅却是一个不谙世事、简单纯洁的大男孩，
面对天仙之间的倾轧，满是不解、疑惑与愤懑。纪云和以充满力量感的女性形象带领长义成熟、成长，让以玉心决定玉身的殉教之路增加了性别、强弱、爱恨、信任与背叛等戏剧张力，未能在具体情节展开时实现真正的逻辑升维。当然，与君初相识在探索之余的瑕疵也非常明显。情节逻辑不够严谨和特效水平不够稳定，成为观众集中火力的槽点。该剧搭建了一个恢宏大气的世界观构架，也企图把自由、理想和人格的独立作为精神愿景，但是一进入到具体情节就又拐到了青春偶像的俗套中，没有真正实现逻辑升维。玉心被简化成男女之情，玉心驯化的过程变成了宋吃宋喝宋海螺，毫无心理学逻辑的支撑。林浩清与纪云和情同兄妹又暗自较劲，极具戏剧冲突的人物关系，却缺乏稳定的情感指向，时而暧昧，时而怪异，时而深情，时而冷酷，凌乱的情绪碎片无法形成人物性格的合理闭环。特效制作方面，水平发挥不太均衡，各路仙人布阵斗法的场面相对生动逼真，而万花谷作为主要场景，自然环境的单一和塑料并未达到让观众身临仙境的效果，而长义的故乡东海在全剧中没有任何展示，也减弱了全剧的奇幻色彩和想象力。仙侠玄幻剧作为幻想类题材，因奇幻的想象、瑰丽的场景和更加包容的世界观，蕴含着巨大的活力，而想更好地激发这活力，却不可能只在剧集内部的创作中完成。突破瓶颈，再上台阶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的精品化趋势。与君初相识根据晋江文学城签约作者九路飞香的网络小说《玉娇记》改编，由他创作的《苍兰诀招摇》等作品书粉众多，《玉娇记》更是在2019年的第2届奇幻影视博览会上与《流浪地球》等作品一起荣获最受关注10大奇幻 IP， 可见作品人气和创作实力都是 IP 文本的质量保证。此外，迪丽热巴、任嘉伦担纲男女主角，曾指导青云志、香蜜沉、陈静如霜等玄幻古装剧的朱瑞斌在指导筒，周深、金志文、毛不易、萨顶顶4位专业歌手倾情演绎，各个创作层次的王炸组合都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剧粉的灌剧期待，以至于开播前该剧的预约量达到200多万，并在猫眼、灯塔等多个剧集榜单中遥遥领先。这样看来，在多平台拼播成为趋势的当下，该剧的单平台独播也并不是一场没有理由的豪赌。而对于仙侠剧的发展而言，对品质的要求必须渗透在改编、创作、制作和播出的每一个环节，才能艺术地呈现出以中华文化为底蕴的仙侠题材的艺术感染力。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